各位老师、同学以及目前的观众，大家好。我们的研究主题是利用纽尔氢蛋白纳米金属团簇去检测水中阴离子之方法研究。首先，我要先来介绍我们的研究缘起。在学校的探究与实作课程中，我们曾尝试以咖啡渣吸附水中重金属，也因此意识到重金属离子对于环境以及人体的危害。因此，我们的研究本想以检测水中重金属作为主题，但是在经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后，我发现有许多研究着墨于重金属的检测，但阴离子的检测则相对较少，且阴离子亦会对人体以及环境造成危害。如在我们所选用的药品中，草酸根离子会和钙离子结合，进而导致结石。磷酸氢跟碳酸根和人类血液内的 pH 值平衡有关，而偏反酸钠则普遍存在于化学肥料中。因此，我们想建立一套检测溶液中微量阴离子的可行流程。纽尔氢蛋白是一种球状蛋白，和人类血清具有同源性，常被用作化学试剂以及细胞培养基。纽尔氢蛋白可与金属纳米团簇粒子结合，形成生物感测器，于分析化学中常被运用在荧光光谱分析中。而我们的研究即是利用纽尔氢蛋白这样的特性，进而进行分析。而荧光强度改变的原因，经过文献回顾，推测是因为阴离子与纳米金属团簇外层的金属离子反应，亦或是与纽尔氢蛋白中的部分成分反应，产生硫化物，进而改变荧光强度。我们所选用的荧光光谱法具有快速且不会太过于昂贵的优点。目前市面上常用于检测阴离子的方法为感应耦合电浆质谱法以及离子层析法，但它们都有各自的缺点，有的对操作人员技术要求较高，而有的需针对目标阴离子选择数值，普遍性较差。接下来是我们的研究目标。首先，以牛血清蛋白纳米金属团簇检测不同阴离子溶液，探讨不同阴离子对荧光性质的影响。然后改变酸碱值和离子强度，探讨不同条件下阴离子对荧光性质的影响。最后利用实验中阴离子对荧光性质的影响差异，建立出检测水中阴离子的方法。这是我们的实验流程，可以看到总共有4个阶段，接下来我会一一说明。第一步是合成荧光材料，我们使用的有牛血清蛋白纳米酮、牛血清蛋白纳米银和牛血清蛋白纳米金，它们的合成方法都很类似。我以牛血清蛋白纳米酮为例，首先将牛血清蛋白溶液与硝酸铜溶液在55度 C 下搅拌3分钟，接着加入氢氧化钠搅拌30分钟，最后加入硼氢化钠搅拌1小时即完成。第二步是 3D scan，利用荧光影的 3D scan 功能，找出各种荧光材料在何种激发波长之下有最明显的放射光，这会有利于接下来的实验观察。下图是荧光影的内部结构，我们先调整至 3D scan 模式，接着加入荧光材料，然后启动荧光仪，最后侦测到它的荧光。第三步是 wavelength scan，利用荧光仪的 wavelength scan 功能，调整至最佳激发波长之后，观察阴离子对荧光材料荧光强度的影响。下图一样是荧光仪的内部结构，首先调整激发波长，接着加入待测溶液，然后加入荧光材料，然后利用滴管均匀混合溶液，最后侦测荧光。然后我们会改变酸碱值和离子强度，观察阴离子在不同条件下对荧光材料的荧光强度影响。最后一步是归纳检测流程。在实验的最后阶段，我们会制作减量线，并用现有的数据归纳出一套检测溶液中微量阴离子的可行流程。接着，我要来说明我们目前的成果。这张表格列出了各种荧光材料的 3D scan 结果，如表格所示，纽尔氢蛋白溶液以及纽尔氢蛋白纳米银、纳米金、纳米铜溶液
在激发波长分别为300、540、500以及400纳米下，有一最佳的荧光放光群，而我们便会选择此波长进行后续的研究。而这张表格列出了纽尔氢蛋白纳米铜溶液对各种阴离子所造成的荧光强度影响。以用红色框选的过硫酸钠及偏矾酸钠为例，过硫酸钠的变化为正值中最大者，而偏矾酸钠的改变则为负值，且影响甚大。事实上，每种荧光材料对于不同的阴离子，其造成的影响均不甚相同，而我们即希望利用这样的特性来检测溶液中微量的阴离子。将刚才的表格以长条图表示，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过硫酸钠以及偏矾酸钠的改变明显较多，故我们会优先针对各荧光材料有明显反应的阴离子，尝试改变溶液的 pH 值以及离子强度，进行后续的实验。我们将反应较明显的阴离子依照荧光材料以及改变的正负列于这张表格。以纽尔氢蛋白纳米晶为例，草酸根离子的变化为正值，而磷酸氢根的变化则为负值，且影响非常大。我们希望可以利用各阴离子改变量的不同来检测出阴离子。接下来我要说明我们目前的研究进度。首先，我们正在尝试降低侦测下限，希望能侦测到更为微量的阴离子溶液。而由于目前的荧光材料在合成后能保存的时间并不长，故我们希望能改善荧光材料的合成方法。而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希望能针对不同的阴离子去制作它们的减量线，并能完成最初的目标，就是归纳出完整的检测流程。这里是我们所参考以及引用的资料，而我们报告就将要告一段落。在这里，我想向某些人与事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科学班陈昭景主任的指导，感谢台北市110年中等奖助计划的经费援助，感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化学系吕家荣教授的提点，感谢助教陈平对于我们专题研究的指导，谢谢我们的实验室，谢谢大家。